丹天君，流经大火林，半天横五岳，方海震乾坤。周游六合内，统领立天兵。文武呼召至，急速莫欺停。急急如律令，有去。妖去！妖道休得装神弄鬼！看刀！死者身份已确认，太府寺少卿侯南。那就是普通的新蚕丝，死亡时间昨晚亥时，死因是窒息，被裹进白茧之前他还活着。多大仇啊！手法凶残不说，这还示众，太狠了也。太府寺负责国库、金帛及谷物的保管出纳。侯南身为少卿，难免树敌无数。要不我去查查，看看他有什么仇家。这种事啊，不如我们先去问问紫苏。还可以从那白茧入手。三胖，你先去彻查一下所有养蚕的人家吧。好。你这是疯了是吧？我错了！错了值几个钱啊？给老娘站住！看我今天不弄死你！我让你站住，听见没有？啊！行啊你，老娘平时待你也不薄，你这是偷到老娘头上来了！哎，怎么能说偷呢？其实呢，我只是想早起帮你打扫一下房间。一想到你房间里面整整齐齐的样子，我就好激动啊！然后我就不小心一激动就打翻了你的这个盒子。我让你进我房间了吗？啊！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掌柜的，早上没人采买吗？没肉了，咱们买了呀，我亲自订的。哦，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这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只是想单纯报答你对我的知遇之恩。不说是吧？来人呀，帮我抓贼！是我。店里全天的供应量，全被你一个人吃了？怎么可能？哪吃得下呀？我只是用那些肉炖了一锅肉汤，炖了整整一宿，再用那些肉汤加了面条，特别入味。早起就得这么吃，才对得起自己的勤劳。那肉呢？都熬成汤渣，我给倒了。不过锅子我刷得非常干净，你就不必夸我勤劳了。哎，大人别打脸，我靠脸吃饭的。等等，这些首饰我给你修。我这些首饰那都是金丝银线穿的，你能修啊？别说金丝银线了，就是水丝火线我也能修好。你说的？嘿嘿，这个。
夫人，侯少卿是否有什么仇家？仇家，或是政敌？这些事，主人从不说与我听的。萨摩，你过来看。迷香，你都认得还要我看？脏，让你帮我捏出来。当牛做马要有当牛做马的样子。哎，迷香，这香炉谁负责的？崔西，府里的大丫鬟。官人的意思是，她。不可能的，崔西在府上一直乖巧本分。她现在在何处？去，叫崔西过来。是。夫人是何时发现侯少卿失踪的？京城发现的。他昨晚彻夜未归，夫人没有察觉吗？我家主人操心政务，常在书房里过夜的。夫人，您叫我。两位查案的官人有话要问你。这书房里的香炉，可是你负责的？是。那这迷香，你作何解释？迷香，香料是夫人配的，我点完之后，夫人便吩咐我出去了。夫人，香料是我亲手配的，绝对没有问题的。翠西，昨夜亥时你在哪儿？在自己房间。可有人证？我与平儿同屋，可她今早才回来。是，昨夜夫人有些头疼，我便睡在夫人房里了，以便照应。萨摩，那个丫头戴的就是这种簪子，比侯夫人的还贵。我让李治买了一只来给你看看。不错，可以。这种品质的，再找3、5只，我的气大概就能消了。哎，你们，怎么了？老大，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蚕啊，从卵长成茧需要多久哦？1个月。哈哈，就是1个月，这是常识嘛，对不对？你别告诉我，你跑出去这么久，就查了个这个？怎么可能啊！我跟你说，这个蚕的繁殖规律是从卵到茧需要1个月的时间哈，这没错啊，这没错啊，你知道的哈。然后呢，我呀查了整个长安城所有养蚕的大户，我还查了1个月前刚开始大量购置蚕卵的人家。你们猜怎么着？查到了。数量极其庞大，根本无从查找啊！你就没在这里头查到不对劲儿的人家？客官这边有。谁？侯南自己家算吗？侯夫人，您家1个月前开始大量饲养蚕，敢问是何原因？什么意思啊？你们这是怀疑我吗？不错，我们有理由相信侯少卿同府上的大丫鬟崔西有着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你发现之后心生妒火，便起意杀人嫁祸。证据呢？你只需交代府上蚕丝的去处即可。那些蚕丝都在崔西的身上。
全府上下的人都可以给我作证。你们特地养蚕收蚕丝，就是为了给下人做件衣裳？官人所言非虚。崔熙同我家主人的关系确实不同于一般的主仆，因为他是我家主人的亲骨肉。啊！崔熙是我们主人的私生女，那已是我进侯府之前的事了。多年来，我同主人虽是间谍情深，但始终没有子女。侯郎对我没有半句指责，反而时时安慰我。在我得知主人有此一女后，便决意要帮侯郎把骨肉寻回，哪知这孩子今早已身陷烟花之地。夫人心善，将我赎了回来，我这才得以与父亲相认。可是你回来后，怎么变成了大丫鬟了？不应该是大小姐吗？我出身青楼，能待在父亲身边侍奉，已经很高兴。夫人也视我如己出，处处用心。我从小不知自己生辰何时，直到前日父亲说与我听，我才知道的。这身衣裳是夫人赠我的生辰礼，制作剪裁，夫人都亲自过问。我以为自己终于能过上有爹娘疼爱的日子，可是我没想到。好了，好孩子，从今往后，娘疼你。夫人，不要再叫夫人了，叫我娘亲吧。娘亲，娘亲。打扰一下，你是何时进府的？大约2、3月前吧。那你之前在青楼的时候，可有什么相好的主顾？你说什么呢你？怎么啦？没事提人家伤心事儿干嘛呀？我跟你说没说过，我断案的时候不要打扰我。不打紧的，真心实意的想好没有？倒有个常来捧场的老叟，挺痴心的模样。可自打我进府后，我们也再没见过了。那这个有完没完？陈年往事跟这儿，哎呀！老叟是谁？好像是个大官来的，姓萧，叫萧生。对，就是他。太子詹事萧生。是。你可工于诗词，还是通晓音律？我从小研习，算是谋生的本事吧。你这是怎么看出来的？你俩之前认识？这位姑娘，我们老大肯定不认识。可是萧生萧战士是我们老大的启蒙老师。不，你是属狗的吗你？哎，眼下北方边境失利，百姓饱受战火荼毒。二位以为此事当如何处理呀？萧某以为应以民生为重，主动出击，驱除外敌。眼前敌兵虽然活跃，但只是小股分头势力作祟，若能个个击破，那无异于断敌方之手足。萧公言之有理，敌方虽然大胜，却也是元气大损，正骄且躁，而我军恢复速度远快于敌方，此时出兵快攻，当是良机呀。二位大人一向都是主战派，可是此种战法需要我军精兵能稳定发挥实力。现在是新帅带兵，士气如何尚不可知。倘若贸然出战，
恐怕是要吃亏呀。只怕假以时日，敌方亦已养精蓄锐，更加难以对付了。如此，明日议政时将此事禀告陛下，与各部共同商议。好。哦，对了，今日上朝时，太府寺少卿侯南无故缺席，二位可知是什么原因呢？不知。吕延忠也未见踪影。谏议大夫吕延忠称病告假。父亲，上官子苏见过萧詹事程仆夜。什么？我等先行告退。此事当真？确认无误。这侯南不掌太府寺实权，有谁又有什么必要对他下这么重的手呢？彻查此事，以防节外生枝。是。另外，增派人手，保护好谏议大夫。吕延忠，他二人干的那些勾当，程仆夜不是马上要查清收网了吗？涉案人员都在地方上，也不至于。先按我说的做。是吧？主人，主人，你死得好惨呐！快禀告夫人，快啊！1天之内2位官员丧命，真有些蹊跷。哎，蹊跷。你干嘛呢？我看这些蜡烛，剩这么多烛油，我拿回去熔一熔，能做出好多根新烛来。再说了，咱们自己用不完，我还可以拿着去卖，又可以赚一笔钱。府上怎么这么多烛台？还有这么厚的蜡油，看来你们家挺费蜡的。啊，禀官人，我家主人视力不大好，白天倒是没什么，就是入了夜不行，晚上不多点些灯的话，一点都看不清楚。这吕延忠身居要职。啊，要职？谏议大夫正五品上，不算要职。哦，还以为他是个小官呢。双爷说这吕大夫是感染某种寄生虫而亡。寄生虫这种东西嘛，吃了不干净的食物，沾了不干净的水，才有可能染来的。不是的，主人恐怕是被萤火虫给咬了。啊？萤火虫？哦，主人生病初期向我们提过，有一晚主人他刚睡下，就听见有人敲门，他去开门却不见人，回屋就被萤火虫给咬了。这萤火虫不咬人的吧？怎么了？这2起案子没准真有关联。怎么说？如果这个凶手是精通于蚊虫饲养之道的人，就可以通过人为操作，令这个受害者感染寄生虫。饲养蚊虫是有这样的人，不是操蛊，而是这些人研究蚊虫的习性，利用他们的本能引导他们。有研究精深者甚至可以催熟他们，比如说他们可以加快蚕的生长进程，令蚕卵7天内长成茧。你去找四娘，问问她听没听说过城里有这种人。怎么这么会指使人？那你呢？我回一趟大理寺，查查2个受害人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萤火虫。客官慢走啊！子苏姑娘，喝杯茶压压惊。哎呀，都在呢。哎呀，你们真是不知道，那
那个谏议大夫吕延忠。哎，紫苏姑娘，我这刚说到吕延忠，我没说什么农毛区啊。算上你这次呢，他已经是第4遍听到别人跟他详细描述那个吕延忠的死亡惨状，听一遍呢就得上楼狂洗1遍澡。照这个架势，现在是不用听完就得上去洗了。哎呦，紫苏姑娘，我不知道啊，我恭喜你啊，三胖，你已经成功的离紫苏姑娘越来越远了。信不信我一口鲜血喷你脸上？好茶。久等了，有头绪了。紫苏已经跟我们说过了。紫苏，他跟你们说什么了？紫苏说，有一个姓程的大官早就暗中调查侯南和吕延忠在地方联合售卖官职的事情。尚书左仆射程同。对，他还说，买官的人早就已经被刑部派人监视了。与此案相关的买官者都在地方上，基本可以肯定这2个案子与那些人没什么关系。三炮啊，你那边有什么消息吗？我去崔西崔姑娘原来的地方问过了，这个萧生萧战士确实常去捧场，而且到现在都是。什么意思？现在顶替崔西姑娘的呀，是一个家道中落的大户女子，她的才情比崔西姑娘可不知高了多少，很得萧战士欢喜。萧战士虽然年事已高，只是因为嗜爱诗词音律，所以对这些有学识的女子啊，他都是赏识怜爱。不过呢，都没有肌肤之亲。哎呀，哦对，这个崔西崔姑娘啊，她能够通过侯夫人跟她的父亲相认，好像暗中也是得到了萧战士的帮助。不过崔西本人并不知情。同我料想的差不多。说的那么好听，到头来还不是个见异思迁的老色鬼。用你评头论足吗？我让你问的是问了吗？问你话呢？哎，好了好了，问了，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什么养虫的事。不要紧。你刚进门时说有头绪了，有什么新的进展吗？我们基本可以锁定嫌犯了。真的？在吕延忠患病期间，他们家有个小厮失踪了，而且这个人就是吕延忠看到萤火虫那晚的守夜小厮。那这么说，这个虫子就是他放的喽？他畏罪潜逃了？有可能。前段时间吕家人心惶惶，一直没人注意到少了个人。吕家的小厮，不是说是连环案件吗？那他跟侯南能有什么关系呢？暂时还不清楚。三炮，啊，你去把这个小厮给我查出来。好。紫苏姑娘，我再也不提吕延忠了啊！你再跟我去一趟吕家。凭什么？我不去。凭你是我花钱雇的牛马。哎，三毛，你来看一下，这竹笼编得好细致啊，你可以拿去卖个好价钱。刚刚是我话说重了，驳了你的面子，抱歉。哎，我听说丰泰阁请了个新厨子，味道做得还不错，我打算去试试。刚刚怎么好像听到有人跟我说话？说什么？是你吗？哎，你看，这个是养虫的器具吧？这个笼子不是你说了让我拿走卖的？我是说里面是蚊虫，不是萤火虫。所以呢？难道不是它？大概不是吧。
你看这个房间里，要有的话，也只有蛐蛐罐，哪有什么养蚕的痕迹嘛？吕府的守夜小厮找到了，在哪儿？已经送到双燕那儿了。哈？找到的是他的尸体，在城南的大石桥下面发现的。那小厮是淹死的，脸朝下泡在水里，大概就是淹死的吧。这块的水不急也不深，怎么能淹死呢？淹死倒不奇怪，奇怪的是，现在这个季节，这河里的水怎么会这么少呢？闭眼，想象有一片天空，天空的下面有大地，大地的下面有尸体，尸体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入土为安，尸体都会化作小花、小草、蝴蝶。干什么呢？哦，你们来了，双叶来过，这会儿回去验尸了。怎么了？一惊一乍的。啊，小花、小草、小草。什么小花小草？重生的感觉。你说的说什么说？怎么的？你要是女的，你还比不上人家紫苏呢。四娘不是女的吗？双叶不是女的吗？你又说我什么呢？夸你呢，说你美，说你美若天仙。我不信。说唱啥？等会儿，五哥，闭上眼睛，感受。说吧。那吕延忠他家死的那个小厮，脑后有被人按压过的痕迹，似乎是挣扎所致。也就是说，他也是被谋杀的。那小厮有个瘸腿的妹妹，听说那小厮对他妹妹一直很好，自己在吕家卖命，省吃俭用的拿了月钱，全给妹妹。你可知道你哥哥近日是否曾与人结怨？从未听说过。哥哥最近带了好多钱回来，刚以为能过上好日子，结果他……钱？他有告诉过你那些钱怎么来的吗？没。不过那钱我没舍得动。哎，这钱袋看着好眼熟啊！你看哪个钱袋不眼熟？全城百姓的钱袋大概都被你过一遍手了吧？你上次见他是什么时候？就是他拿之前回来的时候，大概6、7天前。那小厮背后还有个主谋，能花重金收买了他，那主谋一定是个有权有势的人了。恐怕这件事还是同买卖官职的案子摘不开。买官案的负责人是程同，去拜访他，或许有用。你不是要现在去吧？天上下着雨，我肚子还饿了，牛马还得请喂草料呢。城府离丰泰阁挺近的。丰泰阁？其实这饭呢，放晚点吃最好。马不吃夜草不肥嘛，对不对？二位官人有何贵干？大理寺少卿李治同程仆爷有话说。哦，我家主人不在，三位还是请回吧。哎，不请我进去坐着等吗？哎，是你呀？是你？啊，你们三个一起的？这2位是我的朋友。
我们家主人确实不在。等主人回来，我一定转告他。三位，要不还是隔日再来吧？啊！哎，不是，不在你让我们进去等，干嘛轰我？三胖，哎，真不在啊！你怎么认识程府的家仆？前几日闲来无事，在东市摆摊。程府的家仆在我摆的摊上买过鸡，40文一只，买了2大笼，说是他府上要摆全鸡宴。程府最近有办全鸡宴吗？老大怎么没邀请你？就你老大这副朝堂边缘人的样子，人家邀请他才怪呢。对了，子硕，问你呢，最近程府有摆宴席吗？应该是没有。程仆爷如果设宴，一定会邀请家父的。那就很清楚了。现在案情已经大致可以确定了，凶手就是那个程管，你们可以去抓人了。程同可是朝廷重臣，这种事情没有十足的把握，可绝不能轻举妄动。养蚕的人都知道，蚕很脆弱，不能直接拿手拨弄它们，需要用到毛笔、毛刷，而金绒毛做成的毛笔最为柔软。程府的家仆在我手上买了那么多只鸡，说是为了摆全鸡宴，但他府上近期又并没有宴请，所以买这么多只鸡，就不是为了吃，很可能是为了鸡毛。仅在我手上就买了2大笼鸡，因此可以推断，程官人家里应当是养了不少蚕，包括侯少卿的蚕丝，应该就是这样来的。而且我没记错的话，我摆摊卖鸡，正是在7、8日前。7、8日前，伽罗虫师他们饲养的蚕，出茧的时间可大大缩短，而且蚕丝也比普通的蚕丝更为坚韧。也正因如此，蚕本身才更脆弱，需要用到最柔软的鸡绒毛笔，普通养蚕是不会用到这个的。伽罗虫师，你刚刚所说的都只是推论，程同与我们的案件并没有直接联系。有的，程家家仆买鸡时用的那个钱袋，此时正在吕家那惨死小厮的妹妹手里。哦，怪不得你当时说眼熟。那也就是说，程同买通了吕家的守夜小厮。没错。那这个萤火虫也不咬人，怎么能让吕元忠染了病呢？那根本不是萤火虫，而是蚊虫。蚊虫？蚊虫会咬所有人啊，怎么只有吕延忠感染呢？其他人都没事呢？确实是守夜小厮，趁夜把带有病源的蚊虫投放到了吕延忠的房间，令吕延忠感染了寄生虫。至于要避免误伤他人，方法很简单。吕延忠有夜盲症，夜不能视，起身必要掌灯。程同利用这一点，给了小厮携带寄生虫且身上涂有类似磷粉的蚊虫，让他于夜半将蚊虫放入吕延忠的卧室内。待吕延忠被叮咬后，小厮敲门，吕延忠起夜查看，必会点灯，蚊虫自然向着光源而去。蚊虫身上的磷粉靠近热气就会自燃，带病蚊虫便不会给其他的人也造成威胁了。所以吕元忠当晚看到的并不是萤火虫，而是自然的杀人凶器。没错。作案的手法破解了，但是他到底有什么杀人动机呢？无非就是朝廷上的党派斗争嘛。可这3人在朝堂上不存在什么势力牵扯的问题。我知道了，程同的独子程孝和于1个月前在北部边境战事中战死，侯南和吕延忠都是在那一役中立主战的。哦，他这么做是为儿子报仇？子硕，当时就这么2个人主战吗？还有一个人，萧胜官人也是在那一役中立主战的，
不过他平日与程童关系挺近，或许是这个程童才放过了他。不好说，你们最好还是去萧家查看一下才好。我们分头行动，萨摩三炮和紫苏去找萧战士，我先去城府捉拿程童，一会儿跟你们会合。好。李少卿，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没有。快搜！是。城府把我家主子请去了，这会儿应该还在那儿吧？不好，萧战士有危险，应该是被程童抓了。这事可千万不能让老大知道。怎么了？老大表面上一副不在意的样子，其实萧战士在他心里比他父亲都重。万一出事，老大非疯了不行。那就更不能瞒着他了。要是咱们因为顾虑耽误了营救，他会恨咱们一辈子的。三炮啊，有个事要辛苦你跑一趟。程仆夜，侯南吕延忠结党营私、买卖官职一事，你都查清了？查清了。他们二人早晚要死，转交刑部便是了。你为什么要对他们下此毒手？朝廷处置是法，你动手是罪。这一点，你不清楚吗？这是犬子赴战场前留下的诀别家书，其中详述了正确的作战方略，也写进了他赴死前的不甘。在原本可以不死的情况下，因不懂战略的文官贪功，不得不舍命冒进。他心中该是怎样的滋味啊！拿到这封家书的时候，臣甚至不敢想象他赴死时的恐惧。所以你才下死狠手。是，臣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方式谋杀他们，不过是想让他们也尝尝那种明知要死却无力回天，只能等着死亡一点点逼近的恐惧。你既然心中有恨，为何现在在边防事务上仍是立主战呢？以当前的形势，立主战的方略是正确的，况且这也是犬子的遗愿。怪不得小河里的水少，水被人引走了。朕已留不得你，但怜你爱子心切，况侯吕二人原就难逃死罪，朕可许你自选一条去路。说辞体面，日后也将善待你的宗族家事。臣领旨谢恩，请赐鸩酒一杯。启禀陛下，大理寺报，太子詹事萧生失踪。什么？你往日挚友也不放过吗？传旨，全力搜查营救。府里一定有夹层，搜到买鸡的那个仆人，才能找到萧詹事的下落。都站在原地，不要动。萧战士在哪？怎么
问得这么直接，你不想从杀人动机听起吗？你少给我拖延时间！你现在说出来，若能这下萧詹氏，就可以免你死罪。哼，你以为我怕死吗？在我眼里，我早就同公子一起战死沙场了。我从小跟随公子长大，也习得一身武艺。要不是我在公子出征前不争气的伤了腿，当时就能跟随他一同出征了。说，萧战士在哪儿？他现在正在死，一点点死，想想就痛苦啊！恐惧总大于死亡本身，对吧？啊？你们是不是打算把萧战士淹死？你怎么知道？那日在门口见到你铺脚全是水，地上也是湿漉漉的一片，外面并没有下雨，再加上程同惯用慢慢折磨人的杀人手法，可以猜到你当时是在试着控制水量，好知道放多少水才能达到一点点淹死萧詹氏的效果。估计再说上2句话，他就该死透了。说，萧战士在哪儿？他在哪儿？这怎么办啊？咱们进到这个密室以来，仆人一直坐在这里。他为什么要坐在这里？他为什么要坐在这里？蒲团底下。在这儿。夫子，夫子，这水这么浅，那家仆不是说……我之前嘱咐三炮去找大木板，把出水口挡住了。虽然不能完全挡住水，但却能大大降低输水量。喏，你看那。今儿菜不错吧？这可是专门给你们庆功的呀！蜜汁烧鸡。你这又是怎么了？能把那个鸡拿走吗？我现在看什么鸡毛、蚕啊、蚊虫啊，我就浑身发冷。啊，蚊虫都见不到，那你这个夏天可难过喽。等等，哎，别扔啊，留给我当宵夜。凭什么？我就不能自己留着当宵夜？紫苏，走，跟我端饭去。哦，小气。哎，三炮呢？是啊。嗯。你们到底在干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四娘，
生意太好，你悠着点接客，空房都快没了。好，房间还没好，您先等会儿啊。起来了。呀，四娘，你昨晚烧高香了？怎么这么多客人？哼，以我四娘的姿色，自然有人慕名而来。我还需要烧高香吗？哎呦，掌柜的，您哪来的自信啊？嘿嘿。咋啦？不服啊？服，老板娘，我的房。等着。哎，打听一下，今天什么日子？小哥，这事儿你都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啊？看他年纪轻轻的，相貌也不错，怎么连这事都不知道啊？就是啊，你不会连燕春阁都没去过吧？没去过啊？怎么了？燕春阁头牌青云姑娘拍卖初夜权，大家从各地赶来啊，都想得一夜之欢呢。那干嘛非得住凡舍啊？住燕春阁去啊？嗨，燕春阁满房了，否则谁住这破地儿？就是。我说你俩，一个长得人模狗样，一个年纪一大把，有钱的话多做点善事儿，保重身体吧。哎呀，不好意思，只剩1间房了。哎，老板，我要！给我！小药房，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美吗？美若天仙，艳如桃李，说的就是你啊！谁说你不美啊？知道他一定可以。您看那是不是唐公子啊？是啊，早就听说青云姐姐和唐公子的关系不一般。这要是让柳娘知道了，放心，柳娘我已经叫人看起来了。柳娘性子要强，万一闹起的话，哼，咱们燕春阁的姑娘哪个不是狠角色呀？风水轮流转嘛，唐公子弃了柳娘，看上他，也不足为奇。别的不说，光是年纪，柳娘就被甩下好几条街。要不然这头牌的位置，如今怎么会是青云的？男人嘛，都是见一个爱一个的。不过今天还是得按规矩来，也算是考验这唐公子对青云到底有多喜欢。怎么考验？哎呀，你傻呀！唐公子他要是够喜欢青云，待会儿竞标的时候，这钱上……我懂了。要是唐公子够喜欢青云，那钱上一定不会小气。不好了，里面闹起来了。走。哎呀，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拍卖初夜呢，就意味着炫富，炫富就意味着打赏，打赏呢，就意味着发财。你不想发财吗？对哦。蹲下。那来吧。哎，咱俩为啥不走正门呢？哎呀，街坊看见了，说咱俩是嫖客，脸往哪儿搁呀？先说好了啊，赚了钱得对劈，独吞死全家。哎，废话咋那么多呢？让我进去！让我进去！我看见他了，你们让我进去！柳娘，你就别再执迷不悟了。他对我是真心的，让我见他。唐公子是来看青云的，今天来的可都是贵客，有你这么给金主惹糟心事儿的吗？带走。我天，怎么还打人呢？谁？哎呦！
暂且让他在这儿待着吧。过了今天，让他滚。亲爱的贵客们，青云的初夜拍卖会正式开始。我出1000文，1000文。我出2000文，王公子出2000文，我出3000， 3000文了。刘公子真大方。5000文，5000。君安，10匹。捐10匹，还有出价的吗？唐公子出价10匹券啊！20匹，100匹。唐公子券100匹，还有出价的没有？在跟本公子叫板吗？哎，算了，人家可是唐家公子。恭喜唐公子！哎呀，再次恭喜唐公子啊！恭喜唐公子进洞房了！李少卿，尸体呢？在楼上。双燕，去楼上看看。这里好气派啊！李少卿，这件案子有些蹊跷。怎么蹊跷？10年之前，我们几人正在巡夜，见一名妇人宵禁后骑马上街。我们跟过去一看，那名妇人被马勒剑4次。事后得知，她是铸剑师郑世杰之妻。据说，郑世杰铸成宝剑之后，忽然暴毙。在那之后，其妻女也先后死于非命。可后来，那把剑竟然不见了。所以，你认为这可能是邪灵作怪？正是。本案的2名目击者称唐元也死于飞剑。老大，怎么样？尸体检查过了，唐公子的确是死于剑伤。萨摩，你觉得？萨摩。萨摩多罗！什么？柳娘跑了？我不是让你把她看好的吗？属下无能。闭嘴！此事不许声张。我看唐元8成就是他杀的。这要让外人知道，以后这生意还怎么做啊？谁？我？胆敢在此偷听？我没偷听啊。那你在做什么？听。上。大胆！大理寺办案。官人别误会呀。方才我确实是提到了柳娘杀人，但也只是猜测，并无证据。那柳娘现在人在哪？跑了。找到她。是。柳姐姐一定不会那么做的。
我从小跟着他长大，他是连蚂蚁都不忍心踩的人，怎么可能杀害唐公子呢？你既然知道他爱慕唐公子，你还……男女之事，谁说的准呢？看来你还真是挺爱慕唐公子的嘛，把他的名字戴在手上。明见笑。哎，客官，您里边请。来，李兄，来，我们喝一个啊。这剑怎么看，也就是把普通的剑啊。要我说呀，这就是情杀。那燕春阁的老鸨说得很清楚，这一开始啊是柳娘跟唐公子好，后来呢，唐公子变心，柳娘由爱生恨，悲从中来，一剑刺死了唐公子。那你说说看，这柳娘是怎么让剑悬空刺死唐公子的？难道是他召唤出了剑灵？绝无可能。哎，干嘛去？我要再去看看青云姑娘的房间。三毛，柳娘找到了。青云，你给我出来！好好的娘子，怎么就在他的房间里丧了命啊？柳娘，你别给脸不要脸，再胡闹，休怪我不客气！我要跟那个贱人拼了！跟谁拼了呀？哎呦，两位官人又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好给你们安排安排呀。不用了，有话要问你。哎呀，您尽管问。保姆，你对姑娘们可够大方的，她们的衣裙都是用天蚕丝做的。公子说笑了，这天蚕丝啊，只有当初唐公子送过良品给当时还是花魁的柳娘。柳娘，事到如今，你还不认罪吗？这根是我刚刚在青云房间里发现的丝线，是天蚕丝。这种天蚕丝坚固不易断，而且透明不易被发现。青云的房门上有2个小孔，有人用天蚕丝穿过小孔，把剑绕梁悬挂。只要外面有人一推门，丝线受力正断，剑就会刺向唐公子。这也不能说明就是柳娘杀了人呐，这。找到了，老大。正如保姆所言，这燕春阁里好像只有你柳娘才有天蚕丝做的衣裙吧？当真是你杀了唐公子？他说过要娶我的。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你，哎呀，气死我了！跟我们走吧。
想不到这个柳娘啊，还是个情种，她为了个男人。不对。怎么不对？哎，老大，哎，哎呀，谈钱多俗啊！哎，关于这个案子，我是这么看的。尽管能够用机关暗算唐公子，唐公子又不傻，他干嘛不躲呢？再说了，凶手不在现场，怎么能确保一箭就能刺死唐公子？说下去。哎呦，这块怎么老擦不干净啊？怪了。哎，你过分了啊！你会不会是看上柳娘了？依我看，她都已经认罪了，没有必要再追究嘛。哎，本着对每一个生命都负责的态度，查，使劲查。哎，对了，如果真的是柳娘做的，她为什么一定要按照10年前的方法来杀害唐公子呢？难道咱们抓错人了？我现在就回大理寺，让他们把人放了。等等，不行，现在是柳娘自己认的罪，没找到真凶前，不能轻易把她放出来。依我看嘛，我们还得先从那把剑入手。这个是你们铺子里面全部的布样了吗？啊，是。行，我再看看。哟，哎，老板啊，这家店以前是铸剑铺吧？两位官人，还是请你们离开吧。啊，我们是大理寺的，请你配合调查。老板，你也别怕，我们就随便问几个问题。两位官人是不知道啊，当初我盘下这家店，是费了很大功夫啊。盘下了之后才知道，这里原来横死过一家3口人。你对那一家3口了解吗？只听说那对夫妻是有名的铸剑师，向来是乐善好施。平素也没听说得罪过谁呀，恐怕是得罪了剑灵，才遭致横祸呀。剑灵？是这个吗？哎，不是，这就是当时那把剑哦。离我远点！天灵，怎么？我老王从来没做过什么亏心事啊。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周围店铺有没有与当时这对夫妇比较相熟的？难了，连花儿都一天一个样。就别说这长安城里的铺子了，您明天来看到这一条街都换了新铺子，哎，那都不稀奇呀。走，哎，去唐公子府上看看。唐掌柜就这么一个儿子。丧事办得这么潦潦草草的，看来唐公子也没有多受宠嘛。是啊，一个吊唁的都没有，这人缘啊！贵客前来有失远迎啊！各位官人，请随我来。请，官人们里面请。犬死不孝，让3位官爷受累。那人已伤心过度，已多日居于寝中，还望3位多多包涵。唐掌柜，这位是萨摩多罗。哦，平时说话有点不够脑子，待会儿若有什么不妥，还请见谅。哎，谁说话不过脑子啊？啊，我也不是小气之人，但说无妨。那好吧，听说您就这么一个儿子吧？嗯，方才我看。这丧事也办得太……是草率啊！哎，
说出来都丢人呐！我这犬子竟然在那种地方丧命啊！家门不幸啊，怎么生出这么个孽子啊？唐掌柜，容我多嘴问一句，贵公子可得罪过其他什么人吗？他正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恐怕早已招惹了不少人。我看呢，就算他不是被那妓女所杀，早早晚晚也会死于非命啊！依我看，他就是活该呀！不提了，不提了。真是一把好剑，确实是好剑。我是说，剑好，人也好，人剑合一。见人吗？我觉得奇怪的是，唐掌柜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儿子死了，非但不伤心，而且还说活该，这难道不奇怪吗？这把剑，唐公子一直随身带着，而且我刚问过仆人了，这把剑是他从古董店买的。对了，子苏，这唐掌柜什么来头？唐掌柜之前干过什么买卖，没人知道。几年前开始做茶叶生意，没想到一夜暴富。听说他很少与人来往，白天老老实实做生意，晚上就关起门来自己过。这种生意人真的很罕见。难怪唐公子去世，也不见得有人前来吊唁。哎，依我看，也别扯那些没用的，现在还是剑要紧，多有趣儿啊！剑灵，还是贱人吗？这把剑虽然是我卖给唐公子的，但他的死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老板，不是我要为难你，只是唐公子的仆人说，这把剑就是在你这儿花了大价钱买的，但这剑是10年前一件命案的凶器。那我想问你，那这剑怎么就还当成古董卖了？哎呦，几位官爷也不是不知道，现在生意难做。当年我刚开这个店，有个人拿着剑来卖，一试，这剑吹毛断发，锋利无比，我当场就收了。可谁知道那天唐公子来，一眼就看上了这把剑，说是要买给他喜欢的姑娘，我就高价转给他了。什么？你说是给喜欢的姑娘？对，这唐公子是谁呀？长安城唐掌柜的独生子呀。我问你，那把剑是谁卖的？是个官差，听说退职还乡啊。看来是10年前的案子的衙差了。禀少卿，当年的衙差带到。官人，小的冤枉，小的冤枉！小的当时就是缺点钱，小的哪儿也不行，就是跑得快。那天我第一个赶到案发现场，但是当我到的时候，那妇人已经躺在地上了。小的一时财迷心窍，才将这剑偷偷地藏了起来。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剑悬空刺死那妇人之事。啊！小的该死，小的该死！当时我看见那妇人胸口插着剑，四下无人，必是鬼神。我一说剑灵杀人，大家全都慌了，吓得六神无主。我这才得空，把剑藏起来带走。原来你就是罪魁祸首，侵吞私财，散播谣言，该当何罪？官人饶命！官人饶命！饶命啊！官人，小的也是被人所惑。之前我见过那剑，有人告诉我剑里藏着剑灵，否则见了死人，我也不会往那儿想啊。我问你，告诉你说剑里有剑灵的人是谁？是铸剑师郑氏的他们家伙计，好像叫阿全。阿全？10年前正是一家3口的灭门案。还请紫苏姑娘帮忙查一查，看看伙计里面有没有一个叫阿全的，他的全名是啥？
册里只有他们一家3口的名字，恐怕那家伙还没有入籍。郑元婉。郑元婉是谁？是郑氏夫妇的女儿。她要是没死的话，差不多跟双叶一样大。唉，忽然觉得好闷呐。三胖，咱叫上李治去趟唐掌柜家吧。他不是说要请咱们喝好茶吗？人家只是跟你客气客气，你还真当真了。哎，我这人就是什么事都当真。哼，走着。唐掌柜，我们仨没打招呼就到贵府，给您添麻烦了啊。上次没招待好各位，这次也算是赔礼道歉啊。唐掌柜，我听人说啊，您现在也算是长安城里的大户，却鲜少与人交际，为什么？我猜，应该您是生性内敛，不善交际，对不对？看来你是很了解老夫啊。唐掌柜，您做茶叶生意，差不多也10年了吧？是啊。10年前，你是做什么的？一介农夫。哦，10年前，您可曾认识一对铸剑的郑氏夫妇？不曾认识。哦，那我一定是猜错了。您手心的粗茧，以及肩膀上的肌肉，原来是耕田所致。你们今天到这里来，到底想干嘛？直说，别在我这拐弯抹角。阿全，阿全是您小名吗？我说过，我不认识郑氏夫妇。哎，你招了？什么？哎，我之前又没说过阿全跟郑氏夫妇相识，您又何必急着否认呢？对，是我杀了他们。哦，可是当年我没有偷钱呐。我给他们干了那么多年，就因为少10文钱，他们就怀疑到我身上。当年我拜师学艺，他们口口声声说要教会我铸剑之术啊，可就是为了10文钱呐！从此就对我冷眼相待，非打即骂，只让我做些粗活。我偷偷铸出那把宝剑，他竟想让我把它毁了。毁我心血者，我必毁之。唐掌柜，跟我们走一趟吧。如今我那犬子也阴差阳错的丧命在那把剑下，真的是因果报应啊！是剑灵的诅咒啊！的意思是，你儿子不是你杀的？得罪啊，得罪啊！我给你烧钱了，待会儿要是见面了，你可别咬我。
半夜吓唬人。你知道宵禁已经过了吗？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不是有李少卿罩着我吗？天子犯法都与庶民同罪，何况你个无名小卒？哎，真是人情冷暖呐！我做这些可都是为了查案，天知地知，我知，我知。别卖关子了，知道什么就赶紧说。不都说郑氏一家3口都死了吗？可是呢，小女儿没死。你是怎么知道的？因为那个棺材里面是空的。你刨了人家的坟呢？说什么呢？这么难听！查案需要，查案需要。哎，不，你这也太下三滥了吧！我回来喽。哎，我说双一，哎，大晚上的瞎跑什么呢？他叫我去的。这么晚，你去哪儿了？萨摩让我潜入唐府灵堂，再仔细查验唐公子的身子。你这胆儿也太大了！哎，你要不要也死一回，让我看看你的小身板啊？不用，谢谢。哎，行了行了，别废话了。查得怎么样？我仔细检查了唐公子的尸体，剑伤是没错，不过我发现一个伤口被插入了2次，而且应该是同一把剑所为。哦，还有第2件应该是唐元死后才补的。你的意思是，唐公子在青云姑娘和侍女进屋前就已经死了？那这唐公子到底是谁杀的呢？青云姑娘，杀害唐公子的凶手就是你。大理寺办案，都靠边站，谁也不许出去。靠墙。柳娘不是已经认罪了吗？再说，我有何理由要杀唐公子呢？柳娘之所以会认罪，我推测应该是她见唐公子已死，伤心欲绝，一心求死，才会替你顶罪。这不过是你的推测而已。难道仅凭推测，你就可以定我的罪吗？我能否看看你手腕上那个镯子？妇人之物，不便与男子细看。依我看，不是不便交与我看，而是根本取不下来吧。把你的右手抬起来，快点！如果是后来打的镯子，镯子应该比手腕宽，就像保姆手上那个。而你这个镯子，是紧紧锁在自己手腕上的。所以我想，这镯子是你从小就佩戴着的，从未取下来过吧？你镯子上刻着的“元”字，不是唐公子唐元的名字，而是你的名字，郑元婉。当年你父母被唐公子的父亲唐一恒杀害，你为了替父母复仇，才设计谋杀了唐公子。但是当时，侍女是陪同我一起回屋的，和我一起看到了唐公子被刺死。我哪里有时间去杀害唐公子呢？你之所以让侍女陪同你一起回屋，只是想利用她作为见证人。当时唐公子早已被杀害，你布置机关，只是为了让侍女看到那把剑悬空刺向唐公子。随后，你让侍女出去叫人，再利用此刻将剑插回伤口，造成飞剑刺死唐公子的假象。能有时间完成最后一步的，就只有你。当年我爹死后，我娘知道阿全会追杀我们，就安排二姑和姑父当着阿全的面，假装把我埋了。造的什么孽呀！行了，快埋吧，他在后面看着呢。畜生！
我被卖到了燕春阁。从那以后，替爹娘报仇，支撑着我活到了今天。代我向刘姐姐赔个不是。虽然我也不指望她能够原谅我。院子里的花，以后还得拜托她照顾。青云，不要摘花。刘姐姐，这花会一直开着吗？傻瓜，没有什么花会一直开着，即使开得再艳，也总是会谢啊。哦，那这些花即使再开，也不是同一朵，还是及时摘了的好。